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昨天啊没有更新啊，有点别的事儿。那有朋友说呢，哎，老宋你怎么不讲讲核废水的问题啊？哎呦，那个专业知识太深了，我真的讲不了。不过我推荐一个频道，叫医吃的木头屋啊，也是个读论文，是一位医学博士啊，他对这个比较有研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啊，我看一下，讲一下，我昨天晚上看到一个 KBS 电视台的一个关于 LK99的这个节目，给大家讲讲里边主要内容。那 KBS 的这档节目啊，其实呢还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节目，应该韩国电视台啊这么全面的来讲，并且有不同的观点的还比较少。那当然了，这个节目呢，你说我要是完整的放啊，我估计会有版权的问题，所以我就不做 reaction 了，给大家简单放一下片段啊。那么实际上这里边啊，它主要的讲了几点，比如说先介绍了就是超导概念，就现在这个视频里讲的，那么超导啊，一直是过去我们长期的这种梦想啊，尤其是室温超导。那接着讲了这个韩国研究团队啊，公布发现了室温超导的这个经过，这个就是说引起轰动的这个事件是怎么回事这是他这个视频里边这个一些内容。那后边呢，他还讲了一些其他的内容，比如说复现，现在呢很多团队的复现工作都失败了。目前国际的主流看法呢说，这 LK99 不是超导体。那节目分析了这个 LK99 啊，它研究存在的种种的疑点啊，这是在做这个超导的悬浮实验的这个视频，也属于他们的 B-roll 啊。那第三层啊，他们节目讲了这个科研成果啊，需要经过同行评议啊进行重复验证，而 LK99 呢跳过了这一层，就引发了混乱。所以节目呢，这个也就是说，就这个问题呢展开了讨论，就是说到底应该不应该跳开同行评议。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跳过同行评议啊，就引发混乱，所以呢，在没有确切的结果之前公布于众，这是不谨慎的、不科学的，你需要负责任的。那最后一层意思呢，他也讲了，就是说 LK99 啊背后的商业利益纠纷啊，表明的商业利益可能影响了研究过程，其实就是指LK99 论文公布前后，他们内部的一些争端啊，甚至包括到现在为止，大家知道量子物理研究中心啊，量子能源研究中心刚刚又注册了专利啊，这个专利呢是不包括他们前期的那个合作者全教授全英完的，而这个专利是以集体名义注册的，所以全英完呢就提出抗议，说我应该在里边体现出来。这是 KBS 这个视频啊里边的一些内容。那当然了，这里边呢也采访了一些关键人物啊，我们没法做完整的 reaction， 就完整的给大家放，我是怕有版权问题。比如说他们就采访了老金同志，就是金贤卓教授啊，就威廉玛丽大学的研究教授，也是韩国的这个电信研究院的这个首席科学家。老金还是坚持说呀，说我们论文中可能会有错误，但是他几乎完全是，就是其他方面几乎是正确的。他说外部验证失败啊，你们 replicate failure 啊，那可能是你样品纯度问题。所以说如果你没查到，没做成和我们一样的实验，你的样品就扔了，你继续做直到你做到电阻是零的。你看到电阻是零了吗？没看到啊，你就把它扔了。当然这个我们前面讲过，那个叫金基德，就 Facebook 上我们讲过他账号的一位科普作家，他说呢他其实呢就是也有所转变。他说呢，如果事情就是说像你说的那样，如果说这是错误的，有没有可能是你本身错误的？你会不会把样品拿错了？就你把这样本拿错了。所以这里边还是我个人认为啊 ，KBS 这个视频啊，还是倾向于记的，倾向于记的。就是说韩国呢，实际上也是在某种程度的降温。当然，那我相信啊，韩国电视台跟踪这个视频，跟踪超导这话题，都没有我们这些做自媒体的跟踪的踏实。谁能累积下来读了几十篇上百篇论文，看懂看不懂不说啊，你起码得摸这个门道，对吧？
所以呢 KBS 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大家知道 KBS 我们前面讲过，它是韩国的3大电视台之一 KBS SBS MBC 嘛，这3大电视台呢实际上都已经介绍过了超导，但是 KBS 这次节目啊做的比较大的，大家看到他用了很多素材是吧，过去的超导啊现在怎么样的，还采访了当事人，人家制作水平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啊，他给了一个普通老百姓这么一个综述，所以我就不给大家放了，我下载了但是没法放，我怕有版权问题，毕竟人家是正规电视台。第二个呀，我们就讲一遍，还是讲论文，讲论文是最带劲的。最近呢有一篇论文啊，应该是前天的论文吧，印度和美国的合著一篇论文，还是 IIT 印度理工学院和美国密苏里大学他们有这么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呢，还是从这个理论角度来讲了这个 LK99 他们的研究。那这个论文的作者的一作呢叫 Mayank Kupata他是应该是印度理工学院叫什么分校来着？叫马萨里什么马德拉斯分校的物理系的博士后吧，应该是博士后。另外二作呢叫 Satpase， 这个呢是印度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三作呢是美国的一位研究者。这3位作者呢都是从事相关物理的研究的，那么他们利用他们的理论计算呢他的方法呢合作研究了这一期的 LK99 的这个电子结构的这个论文。论文的二作刚才我讲过那个教授呢，他其实论文发表的很多的，前面那个应该是一作时的研究生，他在计算凝集态物理方面有比较多的这个论文著述几百篇是有的，250多篇大概。比较出名的是1996年在物理通讯杂志上的一篇，就是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一个期刊上有一篇论文，那篇论文确实还是这个引用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看一下他们这一期的论文都讲了啥OK， 这是这个论文的内容，我们切换到论文上我们再放大一下。好的，我们看一下这篇论文。那这篇论文作者主要通过几个方面对这个声称是室温超导的 LK99 材料进行了一些分析和评论，就是所谓第一性的原理使用这个密度泛函理论和这个模型哈密顿量的研究了 LK99 的电子结构，发现呢它存在半满的窄铜带。根据目前理论呢，很难解释它的室温超导性。另外呢，它构建了无掺杂和同掺杂的就是铅磷灰石的紧素态的模型哈密顿量，给出了解析表达式，这为进一步理解电子结构和机制呢就奠定基础。第三呢，他指出目前的模型呢都是假设铜置换铅的位置，如果铜实际上进入了间隙位，则可能形成宽带导致高温超导。另外呢，他还分析了当前的困惑之处在于无法协调这个抗磁性和超导性，就是准确确定铜掺杂位置对这个理解这个机制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超导之外他认为 LK99 这种丰富的晶体结构可能导致其他的相关电子现象，也非常值得深入研究。那尽管他们认为初步实验观测呢存在争议，就很多的复现研究，但不应完全排除LK99 存在低温超导的可能性。这篇论文实际上他说是意思呢，就是说可能LK99 的研究者呢把这个温度估高了，实际上在低温的状态下它应该是存在超导的。所以这篇论文总的来说呢它是通过计算和模型分析对 LK99 的室温超导呢这个提出了合理的怀疑。另外呢，对于铜掺杂的位置结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实验研究方向给了一个指引为理解这个新材料可以说做了进一步的这个提示。这里边我看它就主要指出铜掺杂系统的结构对理解这个电子结构和机制是至关重要。另外就是说铅磷灰石肯定还存在其他的有意思现象。就是这篇论文他只是觉得你们为什么所有的人以前都忽略了这个铜掺杂铅磷灰石实验呢？人家怎么就发现了呢？所以这个丰富的这个晶体现象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这是这一篇关于这个铜掺杂铅磷灰石的这么一个
研究。那么实际上还有别的论文啊，现在呢总体来说呢是理论多啊，这个复现的逐渐论文变少了。那么还有一篇论文呢，我也正在看。那当然了，目前呢这个我看B 站上啊有一篇这个叫青蛙的什么磁悬浮实验，但是这个视频呢看起来不是传到 B 站或者抖音上的，我们还正在核实啊这个论文，就是这个实验到底是谁做的。那之前讲过的牛健啊、真可爱呆啊，估计他们都在做论文或者在写专利，也估计很快啊也会有成果。这就是今天啊关于LK99啊的一个视频。稍后呢其实还有一篇呢就是关于 LK99的一个报道的一个解读。那么这篇报道呢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稍后给大家讲一下。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